河北区晋江路附近，听说这儿有一家炸串特别有名，干了20多年了。一到夏天就排大队。他们家早晨是11点开门，现在还不到，我们现在就早早在这儿等着了，看看究竟有什么好。我们到的就是这家的冯记炸串，它是在一个楼的底上，很不起眼。据说以前就是推小车卖，现在是换了新的接班人。排和牛排，鸡排、牛排、牛背筋、鹌鹑蛋，两个素串，还要什么呀？再来个原味鸡柳，来一个，再加一个原味鸡柳。酸香鸡柳、原味鸡柳啊。原味鸡柳。咖喱鸡柳、原味。我刚才要的是咖喱鸡柳。对，再来个那个原味的啊。还要吗？26。你蘸那个面，那个颜色里头加了水调。水调料像面酱似的，麻酱。哎，对，有点像面糊似的。不是你们谁能猜这个新闻？一堆人，这太火了，您这不是这个一堆人抢一个新闻，他能抢着嘛呢？还抢别的呢？他好多人也是，那天也是前天吧，也来了一个姐姐，说是嘛祖宗好也不敢说，之前也来，我说我总能一个新闻呢，那您这都干了20多年了，是吧？30年。天哪！辣不中？一点吧。切的。他们家前面是门脸，后面还有一个屋子，就有坐下来吃。然后有一个大哥大姐在，一个是炸，一个刷料。然后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是，他们家那个菜单上没有价格，所以多少钱也不知道。但是大哥算特别快，看一眼就知道多少钱了，就不会做错。要素串，还有他们家这个是就是特色的咖喱鸡柳，还有鸡排、牛排、鹌鹑蛋，还有这个是炸面包，还有这个我刚才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他们也是他们的特色，就是炸牛背筋，这个是不裹面的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个，先尝尝这个。这牛背筋很烂，就不像那种蹬不动的那种，特别有嚼劲的，不是很软，感觉像是那种羊肉串上的肥肉的感觉。不过挺好吃的，没有异味。他们家那个番茄酱应该是经过糖调的，就很甜，所以我会把这个牛背筋上有一些味道会盖住一下，反正没有特别的怪味儿，特别软。我们下一个尝一下素串，这个素串绝对是炸串里面的灵魂。它虽然没有肉，但是因为它是面筋做的，所以整个做的就是很发，感觉特别有食欲，特别脆。这个素串好吃，因为是刚做好的，没有经过焖，所以特别脆。还有就是这个番茄酱，我觉得他们家的番茄酱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素串是他们家的汤，然后还刚买了一个他们家的酸梅汤。我看那个网友上评论区说是他们这一条街上最好喝的酸梅汤。应该不是沏的吧，应该是自己用那个鲜果熬的，自己熬的那种酸梅汤。这是8块钱。这有点自个儿家里熬的那种感觉，不是那种粉沏出来的，就是光是糖精或者是甜的味道，它有点酸味儿。这个酸梅汤应该是我在外面喝过小摊儿里面最好喝的，比我们之前在西北角吃的那家牛肉饼用粉沏出来的酸梅汤好喝多了。这两个是一个是鸡排，一个是牛排，这个个儿不是很大。但是我现在也分不清哪个鸡了牛，我就随便吃了。这是鸡排，白色的。我觉得味道呢，也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味道，这种老味儿炸串的感觉。但是这个鸡肉因为它也腌了，里面也有味儿。鸡排还是挺厚的，面不是特别厚。
我要尝尝牛排。牛排虽然薄，但是它毕竟是牛肉的，所以比起鸡排就更有嚼劲，也更香。我觉得我更喜欢吃牛排一点。牛味还挺重的。我刚才吃第一口就突然牛肉味挺重的。要了一个咖喱的鸡柳，鸡柳相对鸡排呢，应该就是面会薄一些。就原味的，跟鸡排一个味儿的，我尝尝这个，尝一个。这个咖喱是好吃，比原味儿要入味很多了。我觉得这咖喱鸡柳的，虽然什么鸡柳相对鸡排来说里面肉更厚一些，但是因为是咖喱，所以特别有味儿。这个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多少做这个？肉就相对厚很多了。除了老味儿的素串以外，这个鹌鹑蛋绝对是炸串里面必点的，还有大饼加一切里面必须加的。鹌鹑蛋就是鹌鹑蛋，炸鹌鹑蛋正常的味道。因为刚才吃过这个炸的鸡串，所以显得鹌鹑蛋味道就淡一些了，但是还好有香。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卖炸串，这个炸鹌鹑蛋都是插5个，其实4个也行，在这儿再加一个也没关系，但是这就是潜规则。因为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吃到鹌鹑蛋的时候就没有刚才吃鸡排的时候这个外表那么脆了。那我们刚才吃的这些呢，都是火烟炸的，但是现在一些炸串里面还添了一些比较新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像这个炸面包，还有一个炸年糕，今天点了一个炸面包。这个好吃啊！这个炸面包是外面撒了白糖的，就没有番茄酱了。这个应该是不是面包馅儿了，应该就是比较没太发起来那种，像死面那种，因为里面看不清太多的面了，就很薄，所以才适合炸吧，不吸油。薄里面看不出来那个，就很薄很薄的面包馅儿，就没有发出来开的那种。像那种炸多吸油啊！这个应该外面还抹黄油了，我觉得。但是它这个面包也是，就是外面上的那种，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做的。要这一盘已经全部都吃完了，然后觉得他们家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，这个面糊里面有味儿。刚才我问了一下老板，他说是自己做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麻酱，所以整体的那个外面那个脆皮很香。然后我觉得喜欢吃炸串的朋友呢，可以来这试一试。哦，还有他们家东西其实也比较新鲜，除了传统的鸡排、牛排这些炸串呢，还增加了像牛背筋，还有这些个小甜点、面包这些，我觉得也挺好吃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听说他们周围还有其他的好吃的，我们下次再来看看。